难道这壶里有什么宝贝吗？没错。师傅，这可是……这便是我们无双城当中最珍贵的宝贝——无双剑匣。这个剑匣当中有13柄灵剑。 师傅，师傅，这剑呢？果然如此。我修炼30载，今日初到此处开启无双剑匣，可终归不是这剑匣选中的主人。天意如此。这剑匣不能随便打开吗？ 剑匣有灵，只有他遇到他认可的主人，才会开匣出剑。让我来试试。可你还未曾习剑，别因我不曾习剑，说不定这剑匣就喜欢如白纸一般的人呢。好。 师傅，这剑好漂亮。这便是无双剑匣中传说中的玉如意。师傅，刚刚剑匣真的为我打开了。玉树，玉树。 看来我无双城，终究还是可以天下无双。师傅，师傅，刚刚剑匣是不是开了？是我打开的吗？师傅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嗯。来，师傅在年少的时候啊，也曾出过一剑，那一剑贯穿云霄，呈红霞之色，引得那南飞离去的燕子。 都忍不住回头来望。从此之后，我的师傅便给我改了名字，叫宋燕回。今日师傅也给你改个名字，好不好啊？那师傅，你要给我改什么名啊？往后，你便叫无双。无双？那我姓什么呀？不必有姓，只叫无双即可。 往后大家想起无双剑匣，提起无双城，便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就是无双。嗯，师父相信我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好，师父，我以后就叫无双了。快！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 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起！
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关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付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细雨剑。他在吸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仗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远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，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智三贵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炎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
银虎，大家长，一会儿若情势危急，你带神医先行离开此处。是。大家长，你是觉得苏沐雨解决不了外面那些人吗？苏沐雨一人一剑，天下无人能拦得住。可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一人一剑便能改变的。可是，有克制了。他是谁？唐门唐连月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暗河大家长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我也是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来此杀你，只是为了报我二叔的仇，与天启城无关。你还是太过年轻了。你二叔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甚至连唐门都不愿意待，一个人躲到孤冷偏僻的寥落城独居。这样一个人，又为何会有人要暗河大家长出手，亲自杀他？谁找的你们？此刻不提主顾名，这是规矩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唐二老爷在现在的唐门中是最支持你的人。唐门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，门中长老只有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家长提点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那就恭请玄武使来取我性命。大家长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手。若是暗河中人来此，也便罢了。可眼前这位只是我慕名册的仇家，我便只有应战。更何况，十二孝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濒死的老虎，我亦有我的尊严，亦有大家长应尽的责任。不要动，退下。让我看一看你的万术。废话。有人比我们提前动手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静观其变，先等大哥回来再说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棉龙剑。去天启城吧，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无间城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两把钥匙。如今三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三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
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了，苏墨言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雪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八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。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，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当时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
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彼岸，跨过安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，会是暗河的血之夜，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要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了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二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二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松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两条路上的人。你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我替你杀，你不想承担的罪孽我来替你承担，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了，
不能为你送葬，即便他们叫我送葬时。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窟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现在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呢？雪月剑仙，你觉得如何？李城主，许久未见了，苏沐雨。我师弟说，暗河大家长之位的易主会影响江湖，所以让我来九霄城看看。他说，你当大家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我杀了穆名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三家，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，解散暗河。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超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沉淀。漫漫长夜中，是你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取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？你双眉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验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？你双眉一点光，情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，86号，
6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，63号。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
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班家班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适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绝处。我儿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闹走了。
缩茧之口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
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谁醒了？啊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
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，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。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。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
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一数二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
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
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，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驾！心中毒在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
大家长和那个圣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